快吃点儿。不吃了，妈，我吃饱了。考试这种事消耗体力，你多吃点儿。真饱了，真饱了。就算这次考试考不上也没什么，你还有机会呢啊！我已经想好了，就算这次考试考不过，我也会试着去创业。你连这个都想好了？无论如何，这一趟也不能白去啊。走了。慢点儿。哎。只有做好最坏的打算，才能摆脱3年，放手一搏。赛场之上唯一的敌人，就是自己。学会不再让别人为自己担心，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长大成人吧。记住，一定好好考，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啊！千万别吊儿郎当的，听见没有？知道了，爸。知道我为了让你能够当上这个实习生，我托人找关系花了多少钱？你这回要是考不上，别怪我以后一个子不给你啊！多少钱以后我都会还给你的。嘿，臭小子，学会跟你爸爸吹牛了是吧？长得这么大，哪次不是靠我给你擦屁股？我告诉你啊，这次要是考不上，没下次了。我要进地铁了，没信号了，我先挂了啊。其实，您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做。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昨天我看见您拦车了。所以呢？其实升不升职的话，就根本无所谓，我根本不在乎。可是看您去那么做，我心里边更难受。您从来都没为自己去求个情，却为了我就行了。我干脆死了算了。你有完没完啊你？喂。明白了。王总说没事。没活干了。谢师哥。别再来第3次啊！你准备怎么样？哎呀，我特别紧张，高考之后从来都没这么紧张过。一九，我好紧张，怎么办啊？别紧张，你可以的。真的吗？我可以，我应该可以。都准备好了吗？今天可都是重头戏啊！加油啊！上场我就会让你的。实习生注意了，按上场的顺序排好队，准备入场。我来帮你拿吧。加油！别紧张。一起加油。哦，不对，是你要加油。
等等，一会儿啊，咱们就把顺序再调整一下，这样千万别慌。保持安静。徐总，都准备好了。好。大家都请坐吧。实习生们请坐。听说很多部门都想要蓝建业，我也想要啊。哦，这些实习生中，我只看好他一个。第一环节，各组项目阐述时间为10分钟，除了提交备案的资料之外，不得使用其他的资料。凡是在现场增加或修改表述内容者，均视为违规。大家好，首先呢，我代表我们公司，热烈欢迎大家今天能来参加这个考试，并且感谢你们选择了我们金晨。说句老实话，在你们中间，有人以后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同事，也有人从今天开始就到此为止了。今天的考试非常重要，希望你们能够抓住今天这个机会，表现出你们最好的潜力来。好，考试开始。那时候总感觉自己多么的平凡，所有人都忙忙碌碌，现实而多变。所以每当生活让我心酸的时候，拿起吉他，唱吧，唱吧呀唱吧，幸好有你，面对这个城市可以不孤单。早知道我们也能别出心裁了。停！你们这是歌手大赛吗？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要阐述的项目是全民厂牌 APP， 所以特地准备了一个应景的开场，好给各位。看来你们对“阐述”这个词还不太理解，我希望你们回去查一查字典。下一组。怎么了？没事儿，你有可汗糖吗？那没事了。又是考试，不知道这次能不能通过。我们这个空气透析系统呢，它有着50多项发明专利，属于国际首创，而且呢，在国际上属于首例。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安装比较方便，而且不影响室内的装潢。像我们，请你等一下，你这个项目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啊？这个其实是之前投过的项目，因为是模拟头掘会，所以并没有规定不能用吧？这个事情根本不需要什么规定。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干脆拿着纽交所上市的项目出来考核呢？早就跟你说过不能用，都怪你，非说能用，什么就怪我？明明是你先弄的，是你说的这个项目好不好？什么我？当初是你说的，那天是不是你？什么叫怪我？明明是你先弄的。行了，下一组。
们不会像他们那样吧？今天我们推荐的项目是任意汇跨境支付平台。在出国旅行、海淘代购愈发流行的当下，跨境支付也呈现了上升趋势。在我国已经高达。请你等一下，我看过你的资料，我记得这个小伙子曾经获得过国际象棋比赛少年组的省级亚军，非常了不起，是吗？是啊，我从5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棋了。那你为什么没有成为专业的棋手呢？是这样的，因为我想尝试一些不同的工作，而且我家里想让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还有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金融专业，所以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也就是说，有比下棋更重要的事情，是吗？是的，当然是。比起作为一个职业的棋手，我更想成为一名专业的投资人。你是因为想做未来的投资人，所以放弃了国际象棋，是吗？借口就是借口，说的再好听也没用。可能不是借口，也许是无法面对曾经的失败吧。那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信息没有那么重要吧。既然不重要，你为什么要写到自己简历里面？你把一个不重要的经历写到简历里面，是不是为了给自己加分呢？可是你现在又不能自圆其说，别忘了，我们需要的是内心强大、目标清晰的人。很显然，你不是那个人。那个。行了，你不要解释那么多了。原以为你下棋的经历可以给你加分，看来恰恰相反。对不起，你让我很失望。下一组，不要浪费其他人的时间了。郝帅，过来！刚才为什么传球？他机会比我更好。不敢就是不敢，少找借口。我没有不敢。把衣服脱了，跟我回家。下去，给下一组腾时间。除非发生奇迹，不然这回我们一丘肯定是悬了。还记得那会儿，咱们最后一轮面试吗？曲总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至今还印着呢。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也有点阴。我觉得还好吧。不得不说，曲总挑人的眼光还是很准的。
哎，行了，我说你就别跟这儿装了，又没外人。哎，别人我不清楚啊，但是我对这高思聪还是很有信心的。蓝千一也不错，听说你们马总已经去打招呼了，要跟我们科技组抢人呢。哟，可千万别！你装什么呀？你不是做梦都想要一女下属吗？你说这谁？蓝千亿是吧？哎呀，刚开始啊，我觉得他还行，可是后来吧，越看他越不招人待见。哎，你说他成天跟你似的，拉个驴脸，马脸，就拉个冷脸，哎呦，跟谁欠他200块钱似的。哎，要他真去你们组，就太可惜了。Robo 开发的这款人工智能芯片 CI1006，不仅为智能机器人完善了大脑，还特意添加了音频传感终端，提升了机器人的响应及控制速度。目前，拥有特定功能的服务型机器人已经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从这组 IFR 数据表明，今年全球家务机器人的营业额态度得体，内容精确，简直无可挑剔。数了122亿。对不起，我可以打断你一下吗？你刚才指的家务型机器人，是不是就是扫地机器人呢？这已经不是什么新型的产品，而且在市场上已经接近饱和。你认为还有什么空间吗？其实不仅仅是扫地机器人，这项产品还可以运用到更多的领域。啊，对，这项产品可以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啊。比如说野村宗研已经研发出来可以专门看管车库的机器人，以后还会有保姆机器人、护工机器人。等一下，你们介绍的这个项目理想是很丰满的，但现实也太骨感了吧？啊，这项技术能大范围上市的话，是不是遥遥无期啊？其实国外已经有很多的团队已经在积极的研发了。我相信，其实实现这项技术并非遥遥无期。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啊。这是装有 CI1006的水下机器人，它搭载了最新的智能识别技术和高清的摄像头，它可以高效稳定地完成水下拍摄，像水电站的检修、城市管道的清淤，甚至是水下救援工作，这些问题耗费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而且收效甚微。可是如今有了水下机器人，它可以完美地替代人力去解决这些问题。蓝千亿表现得太完美了。首先，非常感谢各位领导和老师在我实习阶段对我的指导和帮助。我们组所推荐的项目是一款在未来可以替代石油的最新型能源——页岩油。什么是页岩油呢？页岩油是油页岩在热加工下的产物，它的形态同传统石油相似，但是比传统石油具有更多的不饱和晶。而我们为什么要选不错呀，PPT 做得这么漂亮，阐述也很到位，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大幅度的下降6%，确实没毛病。有很大的原因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所以，希望各位领导可以考虑我所推荐的项目。你们觉得怎么样啊？下一组曾浩、邱爽。各位领导好，我是曾浩，他是邱爽。我们组的项目是新能源蓄电池投资。随着新能源汽车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在我国1、2线城市，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占有率日益增长。随之而来的附属
随之而来的附属原动力产品新能源电池将成为必不可少的市场热点。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它与新能源汽车的关系就好像是鱼和水的关系一样，缺一不可。是的，缺一不可。谢谢。下一组，郝帅、孙艺秋。终于等到压轴的了。千万别有期待。别碰我。我跟你说过，这小子现在越来越混了，你打一样不接。还不是因为你，但凡你跟小帅能正常说几句人话，他至于连我的电话都不接吗？爱接不接。那个，我们要投资的项目是，对他说情感咨询平台。无论人类的社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情感永远是他们，不是，情感永远是我们永恒追求的目标。据数据统计，在婚姻与情感市场，美国约有17万人持证上岗的情感咨询顾问，而在中国这个行业才刚刚兴起，但需求量却十分的庞大。我觉得，喂，小伙子，你能好好说话吗？你这样可不行啊。那个，我能去一趟洗手间吗？紧张到这种地步，是太在乎结果，所以被杂念缠住了吗？这样下去只会越来越糟的。现在吗？可以，但是你们要记住，这算在你们的阐述时间里。你们现在还剩7分钟。我不去了。情感，我们这个情感平台吧，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免费的，然后我们能推导就提倡的是一对。我来吧。接下来由我来阐述。这小子行不行？我们将会为大家提供免费的线上咨询服务。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我们既然是免费的，那怎么去收回这些请专家的费用跟成本呢？怎么收回成？我就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呀？这可怎么办？明明心里想的已经很清楚了，怎么就没有办法用流畅的语言表达出来呢？缺乏演讲能力的事实，就算心态再好，也没有办法掩盖啊。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废物？辛辛苦苦供你念大学，你可倒好，放着好好的书不念，跑去搞什么创业。这回好了吧？毕业证都拿不到，我还得花钱吧？
看你啊，你别在外面瞎折腾，早点回来娶个媳妇儿。我和你妈还等着抱孙子呢。爸，你能不能别说了？你根本就不了解我，总有一天我要向你证明，你一直看错我了。这次面试失败，一定会又被看成废物吧？可越这么想，就越无法冷静下来。可能有很多人会有疑问，我们既然是免费的，那怎么样？那怎么样去收回这个成本呢？我们是想通过网上网友。他是怎么做到的？说成这样，都可以不放弃，不退却。他是用外星语在表达某种逻辑吗？不管怎么样，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我没明白。无论别人怎么看，都不为所动。只要知道方向，就坚定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走下去。那不就是我的风格吗？可是，照这样说下去，项目可就全完了。和影视公司进行一些，还是让我来吧。你还有3分钟。其实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太擅长表达。我觉得呢，这个是我们的文化形态导致的。但是不擅长并不代表我们不关注，对，我们只是通过别人的情感故事来寻求自己的这种情感的安慰和共鸣。你看啊，这几年大多数的这种关于情感类的微博大 V， 郝帅的阐述直击人心，瞬间就征服了全场。在仅剩不多的时间里，就将项目的要点和魅力清晰有力地传达出来，甚至完全不亚于蓝千亿。他不仅扭转了败局，也扭转了所有人对他的看法。他找回了勇气和自信，不管到底他是在向谁证明着自己，现在他都做到了。哎，老马，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好，曲总。我觉得这也太没人性了吧，那么严格。就是啊，吓得我连气都喘不过来。这些麻烦了。蓝千，哎，蓝千，你等等我呀！我看不是等等他，是救救他吧。如果第2环节里蓝千亿不投他的项目，他就真完蛋了。哎，对了，老苏，你觉得蓝千亿又是很明显啊？蓝千亿比郝帅差远了。你看啊，郝帅有能力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是吧？而且呢，他有能力，有种是好苗子。哎，你比我想象中厉害很多啊。不过还有下一轮呢，我真好奇你会让我投什么。跟我们那时候一样，最直接有效的招数就是找一个比你弱的对手。明明就是很担心小孙，还非要装作不在意，何必这么绷着呢？别老说那些没用的。你呀，说到底还是放不下以前的事儿，所以活得这么拧巴。我拧巴吗？于总，什么时候连你也变成心理专家了？我倒建议你啊，真去做个心理咨询。他们项目里那个平台就很不错啊。我看起来像有病吗？有没有病你自己最清楚。哎呀，以前那个热情率真的大男孩，到底去哪儿了？
实在打不过，就同归于尽吧。4组的人，死也要这样死。未到终局，验证生死。实习生们请注意，第2环节的考核即将开始，请说服你的搭档投资你所选择的项目。如果被搭档说服，搭档将会加分；但是不顾事实，一味的拒绝投资，自己将会减分。考核现在开始。下一组，高思聪、周博。周博，我向你推荐的项目是一款可以提升人表达能力的 App， 快速有效，非常实用。也就是说，你觉得我表达能力有问题？对于日常表达来说，当然不必十分注意，但是对于一个投资人来说，语言的形象和准确十分重要。过多不必要语气词的出现，很容易给别人留下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也会直接影响谈话的结果。也就是说，你觉得？你看，通过这个软件的监控和提醒，你在这段时间里与我对话过程中，总共说过56次的，也就是说130次的那个，和80次的那个。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能及时意识到自己语言表达的这些问题。有了好好说话这个项目的监控和提醒，我们就可以及时发现，随时改正。这是通过大数据测算之后的平均样本，大家可以看到，用户在使用该软件之后的1周之内，无效用语使用频率明显下降。所以，只要通过坚持和巩固良好的语言习惯，就可以实现。可是，你怎么能确定会有多少人用这个软件呢？这是该软件上线3个月以来的用户增长曲线。大家可以看到，平均每周的下载量超过了5000，用户的留存率也是高达75.2%。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一个极其优质的项目。怎么，还在犹豫吗？本来之前也有那个项目，说好让你来做项目战术，最后却不得不换成我。你应该知道什么原因。不要再说了，我投。是个很有策略的人。但令人反感啊！抓着别人的弱点下套，就算占了一时的上风，从长远的合作关系来看，毫无益处。你居然偷拍我啊！你别急啊，一会儿你就可以解气了。今天我要为我的搭档蓝千亿推荐的项目是一款专门为职场女性量身打造的解压神器，请看屏幕。女王在上，一款非常具有针对性的游戏平台，它整合了很多种操作简单的小游戏，非常适合女性玩家。除此之外，它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它添加了可以更换头像的功能。通过手机截屏，系统会自动生成和识别头像，供用户随意更改。不仅如此，在付费模式下可以解锁更多的场景，比如说卫生间、天台、会议室等等。平台内还有300多款小游戏，充分满足职场女性在想象中泄愤的心理需求，平衡情绪，
促进职场和睦，非常有现实功能。怎么样，小兰？你是不是觉得很有趣？想不想体验一下？对不起，我不投。第一，这款 App 针对职场女性设定的本身是带有偏见和歧视的色彩，预设了它的用户群体是情绪化、缺乏理性及自控能力的。第二，我并不认为通过这种方式真的有助于解决现实的问题。一个女性如果受到了不合理的对待，她应该诉诸法律和舆论，而不是让他们排解心情了事。那只是你个人的看法，又不能代表所有人。那么第三，这个项目缺乏核心技术上的创新，虽然它投入很小，可是它极易被复制，不具备长期投资的价值，在竞争激烈的手游市场当中，并没有任何的优势。所以，像这种自我欺骗的无聊项目，还是自己留着过瘾吧。下一组，郝帅、孙艺秋。你先说还是我先说？你先吧。好，孙艺秋，我今天要给你推荐的项目是特丽女装。女装？没错。绞尽脑汁的去迎合搭档的趣味和需求，几乎所有人都会这么干。但这不是我的风格。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项目，是我自己最想投资的项目。特丽女装呢，是一个国内设计师原创的小众女装品牌。虽然它创立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它出色的设计感和完美的剪裁，已经在高端的白领市场得到了非常高的认可。连国际设计师三宅一生近期也在寻求跟他合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特丽女装市场调查报告。我们从这个报告里可以了解到，特丽女装的消费人群与国际一线品牌的消费人群重合度高达了60%以上。我当然知道了，像这种数据通常会出现一些偏差和水分，所以为了知道这个项目最真实的情况，我特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了眼见为实的考察和收集。来，我们看一下。这些照片是我拍的，他们身上穿的服装都是出自特丽这个品牌。从他们这些人的配饰上，我们不难看出 LV、古驰，甚至是爱马仕。正是因为这些品牌的存在，让我坚定了对特丽女装的信心。它是目前为止我见过的最有潜力打入国际一线市场的国产品牌。当然了，为了得到这些最真实的市场数据，我也承受了不少的误解。原来偷拍不是因为他变态，而是为了考察项目啊！你不会是个疯子吧？为了一个项目，居然付出这么多。但是我觉得呢，这些误解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跟我的梦想还有我的目标比起来，这根本就不重要。我的梦想就是我最初想要成为一个投资人的动机，那就是打造一个属于中国的国际一线品牌。我们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可是我们却没有任何品牌可以跟阿玛尼、GUCCI、LV 品牌价值一样高。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吗？所以我立志要找到这样有潜力的项目。小伙子，你的野心不小啊！你能告诉我你的野心从哪儿来的吗？我的父母就是做服装白手起家的，我亲眼目睹了他们整个创业的艰辛过程。他们那个时候卖的衣服大概就是仿冒各种国际大牌，虽然能挣到一些钱，可是我的童年并不是很好过，因为我经常被身边的小朋友叫成卖假货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打造一个属于中国的国际品牌，来洗掉我的耻辱。不管能不能实现，他还是挺有志气的。这小子还真有点意思。所以，你愿意投资给我的眼光和心血吗？对不起，你是在问我？我的选择是不投。这一路的灯火，用温暖的颜色安慰我疲惫的笑容。这一次放开进退的纠葛，留住星火就能做选择。名利场的规则是偷来的欢乐，我并没拥有戏谑的资格。直到夜深的时刻，无人牵扯，只留这世界与我长河。谁在世俗写的剧情之中用力演出着？谁在精致面具背后沉默冷眼看着？在恍然这一刻，终于明白泪水难得，又何必苦涩？谁在星火点的光芒之中努力忍受着？谁在涅槃之后理解谁的活着？人生从此清澈，何必在乎